菜地里面的番茄出现前所未有的状况啊！大家好，我是小 K。今年移栽下去的番茄呢，有罗马番茄，黄色的像梨形状的番茄，也有小型的樱桃番茄。有2个品种是新的，一个就是牛排番茄，一个是叫彩虹番茄。从刚开始的育苗到后来的移栽都没有什么问题，直到前几天呢，它开始开花了。突然发现呢，它长出的花朵呢，跟我平常认识的番茄的花朵是不同啊。它的形状呢，非常像这个蒲公英啊。原来呢，它长出了巨型花苞。这种巨型的花苞其实很好辨认啊，它与我们平常的番茄的花苞是完全不同的。像我们主干上面呢，通常会长出枝条，那枝条通常会有5-6朵的花朵啊。巨型的花苞呢，它是怎么样呢？它是多于1个子房的花苞，会有2到3个，甚至会更多是4-5-6个。这些子房呢，都可以授粉，一旦成功呢，都可以长出番茄。就是等于把一个枝条上面5-6朵花呢，全部集中到一起，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花苞，之后结出一个很大奇形怪状的那个番茄出来。那长出这样的巨型花苞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们该留还是不该留啊？首先第一个好消息就是会有这个巨型花苞的原因呢，很可能是因为这个植株受过极大的压力，就是它已经受压了，因此呢会有这个异常的花苞出现。那看到它呢，证明它的压力期已经过去了。接下来就是看我们人为怎么去为这个事情来做一个改变。它的压力来源呢，主要是因为低温。很多时候我们把它移栽出去特别在霜冻期前，当夜间的温度还没有达到12度以上，确实我们看到的是它能够生长，好像没有很大的问题。其实在开花结果期，就是现在，我们就看到这个巨型的异常的花苞出现。因为在低温期间呢，它基因会产生变化，负责开花的基因呢会被破坏掉，所以它必须要开出很巨型的花苞来做这个传播下一代的操作。要避免这个情况出现呢，第一呢，肯定的，我们要把这个温度给提上去，要等还是要等到这个霜冻期过后，夜间的温度升到12度以上，我们才把它移栽下去。第二就是可以选择小品种的番茄来栽种，小型番茄呢是没那么容易产生基因的突变。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是以量去取胜，可能每一个收获的都是小小的，但是量够的话呢，也是会有很好的收获的。所以小 K 现在就要很好理解为什么今年会有这个巨型花苞。第一呢，今年我们的气温非常的异常，有好几个晚上都是经历了极度的低温而且小 K 还加了很多的御寒的操作，但是温度还是太冷了，一直在10度以下。第二呢，小 K 今年种了2个新的品种，它们都是巨型的那种番茄这些番茄呢是很容易发生这个基因的突变。所以呢，为什么小 K 现在家里有很多这种的巨型花苞？现在要决定到底留还是不留主要的担心呢，还是因为这个巨型的花苞呢，它会消耗掉我们很多的养分，它会把所有的养分给抢夺掉，没办法输送到给其他的花苞里面，那其他的花苞就没办法结果实了，或者是说养分不够的时候，果实非常的幼小，所以养分不足会是一个我需要考量的问题。第二就是它的授粉，因为它有很多个子房在一个花苞当中授粉是尽量要靠人手去做的。仔细的看它整个花朵是非常的紧实，像蜜蜂、蝴蝶可能未必能够很好的授粉，那我就需要给它们手动来授粉。第三呢，就是它不好看，你可以想象把好几个番茄挤在一起那个感觉，就是那个果实最后呈现出来的那个观感所以不美观也是一个需要考量的事情。另外包括它吃起来的那个口感和味道查询了很多网站上面菜友，他们回馈回来呢，说这个番茄不大好吃。同时我也要考量的是，我把它留下来以后呢，因为它很大，它在后来结果期的后面的时候，我需要用一个网就把它兜住，要不然呢，它的重量很容易把我整个植株给压倒，可能最后没有成熟就死掉了。所以如果大家家里现在在番茄的植株上面有看到这个巨型的花苞，你可以决定一下要不要把它留下来。
如果留下来的话呢，第一要给它手动授粉，第二要给它足够的水肥，让它在整个生长的周期有足够的养分去支撑它。第三呢，就是要给它支架子要看它的形状大小给它足够的网来兜住，让它不要下垂这样子你就很有可能结出一个超巨大型的一个番茄出来，拿这个番茄去参加比赛那如果你觉得这个太复杂了，你决定不留它了，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现在只是要把这个巨型的花苞给掐掉就可以了。就像刚才所说的，这是它压力之下的产物，这个植株已经受过芽了，所以你把它摘除掉，整个番茄植株呢就会按平时正常的来生长，结出正常的花苞，就是每一个枝条上面有5-6个花序，并不会说影响到你之后的收成今年的气候确实是非常异常那小 K 家里呢，目前还有好几十棵的这个番茄植株因此呢，我会有一些是掐掉这个巨型花苞，有些呢不掐留着，那看看呢它能搞出什么样的花样。那同时呢，也要保证我自己在番茄之后是有一个数量和质量的一个收获。看完今天小 K 这个分享你去你自己的菜地走一走看看有没有这种巨型花苞，有的话赶紧下决定要留还是不留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再见，拜拜。